鱼笼是赶海人必备的装备，所谓一笼传三代，人走笼还在。为了能让鱼自动进入笼子，必须将鱼笼装饰好。收回来的鱼笼，每个笼子都有不少鱼。今天海哥三兄弟拿着10几个鱼笼就往海里赶，设置鱼笼陷阱必须在有珊瑚礁的石缝里。这片区域长满了海草，是鱼类资源生长的好地方。三兄弟拖着鱼笼游到有大量的珊瑚礁附近，清澈的海水，满是珊瑚礁的海底，映入眼帘是一群数不胜数的鱼儿。三兄弟被这里的资源震撼住了，决定将所拥有的鱼笼安置在这附近的珊瑚礁里。商量过后，海哥兄弟决定将鱼笼安置在珊瑚礁石缝里，拿着鱼笼就往海底游。将鱼笼安置好后，便在附近拿来一大块珊瑚礁石，用珊瑚礁将鱼笼压死，这样就不会被海水冲走。这时鱼笼已经稳如泰山，绝对不会被海水或者鱼类带走。海哥三弟正在准备着鱼笼用到的诱饵，将鱼肉切成肉鱼泥，把肉泥撒在鱼笼附近，继续潜水安置第二个鱼笼，将鱼笼竖立在石缝里。还以为海哥就这样竖立着倒放笼子，原来下面是一个原始大森林，错综复杂的珊瑚礁像一个迷宫。安置好的鱼笼用珊瑚礁石压死，在附近撒上肉泥，鱼腥味会引来大量的海鲜。海哥在附近捡来大量的珊瑚礁石，这些珊瑚礁石形状非常漂亮。三兄弟分工合作，捡来的礁石用来装饰鱼笼，在鱼笼深处撒上诱饵，一个完美的陷阱就布置好了。海哥继续将下一个鱼笼安置好，整个鱼笼都盖好了珊瑚礁石，撒上诱饵，一个完美的鱼笼陷阱就成为了鱼类的归属。海哥兄弟齐心合力将鱼笼安置到海底，从上往下看，这里的珊瑚礁形状非常漂亮。兄弟俩人在安置好的陷阱撒上鱼肉，为了安置这10几个鱼笼，不知道来来回回多少次。在这片没有参照物的海域，如何找到自己安置好的鱼笼，确实要考验你的经验。当然，这是南部岛从小在海里长大的渔民，经常出海的渔民，时间长了就会拥有自己的定位系统。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定位系统，就像我们在山路走多了，东西南北自然分得清清楚楚。在海底潜水多了，对附近的珊瑚礁形状都会有细微的分别。安置鱼笼是他们日常的出海打鱼的工作。三弟在船上准备好肉泥，海哥兄弟拿着鱼肉就潜下水，在鱼笼附近撒上鱼肉，鱼腥味会引来大量的海鲜。随着最后一个鱼笼往海底安置，安置鱼笼的工作便来到了尾声。用珊瑚礁石把所有鱼笼装饰得漂漂亮亮，在周围撒上最后的诱饵，所有的鱼笼陷阱都安置好了。这时大量的鱼儿闻香赶来，一条鱼想进去又出来，好像知道这鱼笼是陷阱，不过进去的鱼就出不来。时间已经到傍晚了，5天后他们重新开着船来到海里，从船上可以看清海底的珊瑚礁，锁定是这里的珊瑚礁就开始潜下水。清澈的海水让他们很好的分清鱼笼的藏身之地，开始收回第一个笼子。从笼子的洞口可以看到里面的鱼已经失去了活力，最主要的是他们5天后才过来收笼子，笼子里面的鱼已经饿得翻白眼。拿到船上，从笼子的外面可以看出是2条东星斑，解开笼子底部的绳子，将鱼倒出来，里面的诱饵已经被吃的只剩骨头，2条东星斑已经死掉了，只有1条小鱼还活着，准备收下一个笼子。从笼子外面可以看到有1条东星斑也死掉了，而其他小鱼还活着。将压在笼子的礁石移开，里面的鱼还是很多的。海哥兄弟本来1天后回到原来的地方收笼的，因为家里出了点状况，才导致5天后才过来收笼，继续潜下水收集第3个笼子。比较大的鱼在笼子已经死掉了，因为笼子太小了，活动的范围变窄了，导致它们被活活的挤死。将第4个笼子收集回来，而这一笼全部都是小鱼，有些小鱼死去了就会被同伴吃掉，还有2只嘟噜蟹，因为太小了，只能把它放生。大部分的鱼都死掉了，死掉的鱼只能拿到船板上，继续收集其他东西。这一笼子只有其他小鱼，而且都是死掉的。兄弟俩一起潜下水将笼子收回来，清澈的海水在珊瑚礁的映照下非常漂亮。这一收笼下来，只有小的鱼活下来，大的鱼基本上死翘翘。继续收集一些笼子，将鱼笼的绳子解开下来，里面的鱼被吃的只剩下骨头，看来死掉的鱼都是被硬生生的饿死。海哥兄弟接着收集笼子，收集下来的笼子的鱼已经死得差不多。随着最后一个笼子收集回来，收笼子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现在可以清点鱼货。甲板上的鱼都是死掉的，
死掉的鱼可以值几千比索，而没死掉的只有小鱼。清理那些腐已经腐烂掉的鱼出去，回到岸上将鱼进行称重，将活的鱼进行称重。石斑鱼价格最贵，将最贵的鱼进行称重。石斑鱼耐饿性还是挺强的，活下来的基本上都是石斑鱼。海哥兄弟一边称重，老板娘就在一旁计算。老板娘计算出来的工资给到了海哥，拿起账单，总共是3134比索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带大家看看不一样的世界。